这是一台咖啡机，一台被认为是最早的浓缩咖啡机。这台咖啡机在1884年由 Angelo Moriando 所发明，并申请了名为快速制作咖啡的蒸汽操作设备的专利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沃瓦的咖啡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还原一下世界上第一台咖啡机的工作原理。咖啡机的主体为铜制的巨大立式锅炉，内部嵌入一个封闭的小锅炉，整体高约75厘米，直径约40厘米，可容纳水量为95升。锅炉下方由直火直接进行加热，通过中间部位的空心管道进行导烟。机身左侧为水位显示器，用来观察锅炉内的水位。上方为注水器，双阀设计，上端阀体与注水管道以及主锅炉连接，下端阀体为主锅炉进水开关。正常状态下，两个阀门处于关闭状态，断开与大锅炉的连接。加水时，向注水器内加水，水量足够时，打开上端阀门，断开水源，同时蒸汽进入注水器。这时打开下端阀门，根据连通器原理完成大锅炉注水。注水完成后，关闭两个阀门，注水器内多余的压力可通过注水器上的水龙头排出。在机器的上端设有一个泄压阀以及一个压力表。由于当时技术受限，需要观察压力表手动泄压。冲泡头上端为小锅炉水位显示器，在冲煮头部位有两个阀门，分别为蒸汽阀门和萃取阀门。Moriando 通过巧妙的设计，使蒸汽阀门可实现控制小锅炉的上水，以及大锅炉和小锅炉的蒸汽连通。正常状态下，小锅炉与大锅炉连接。制作咖啡时，咖啡师旋转蒸汽阀门，这时小锅炉与大锅炉断开连接，蒸汽沿管道进入小锅炉与水位显示器内，并产生压力。同时，小锅炉内的水与冲煮头连接，打开萃取阀门，加压后的水进入冲泡室内完成萃取。冲泡室与冲煮头是铰链式连接，配有咬合装置，避免压力外泄。这个过程中可以通过观察水位显示器的水位来控制萃取时间。萃取完成后，关闭萃取阀门，咖啡液可以存在冲泡室下方的容器中，也可以直接打开下方阀门倒入杯中。而冲泡室内剩余的压力可通过冲泡室的泄压阀排出。关闭蒸汽阀门，大小锅炉重新连接，完成小锅炉的再次上水。当两个水位器持平时，则代表可以进行下一次萃取了。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浓缩咖啡机。那么大家觉得这台咖啡机怎么样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